在我们技术 QQ 群里边，有人提这么个问题啊，怎么批量给零件添加材料？有人就出主意了，他说花钱买插件。因为我没怎么用过别人家插件哈，不知道别人家的代码敲的怎么样。我想试试用 SolidWorks 自己的功能，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像我这个装配很简单，我想给多个零件添加材料呢，比如说我这个右键选一片，然后呢材料6061，这就做完了。估计这个谁都会啊，但通常来讲，提这个问题的人啊，恐怕是因为遇到的装配比较复杂哈。比如说，它的顶级装配下边有2级装配，2级装配下边还有3级装配，3级装配下还有4级装配，并且这样的多级装配还有一大堆啊，这种子装配一大堆这样的，那你想这么多选就没那么容易了。那我要说重点了，我看看用 SolidWorks 怎么解决这个事儿。我先把这个文件调出来啊。我发现越是明显的命令越容易被忽略哈，像上面这个选择旁边有个小箭头，然后高级选择，我先直接操作哈，然后你再问为什么。这里边我选的是文件名称，然后条件我选包含，数值我输入 SLDPRT， 然后呢应用一下，你看到什么结果了？左边这个设计树一大片东西都被点亮了，是吧？那么什么叫做文件名称？什么叫文件名称？我们看一看文件哈，这个文件上边这个 C1523A001，这叫文件名称吗？不对 ，SLD 加上后缀 SLDPRT， 这才叫文件名称。那么我在我这个文件名称里边输入 SLDPRT， 那么我这么一选择，那个一应用，这就把所有的相当于零件文件全都给勾选上了。然后怎么办？然后右键材料6061。这提示什么意思？看到了哈，它上面写的是 Toolbox 是只读文件。为什么是只读文件？我这里边是有 Toolbox 的。我以前说了 ，Toolbox 是数据库文件，我们是没有办法改的。所以呢，我还要加一个条件，再加一个条件什么呢？文件类型，文件类型不等于 Toolbox 啊，这块应该是和的关系，两个条件要同时满足，然后再应用。看到了吗？把 Toolbox 都给过滤掉了，是吧？然后我再次做右键材料6061，咱看到了哈，有零件这已经改了，咱看看是不是已经全改完了？看看这个6061哈，然后再深入一点哈，这个东西我要做一个搜索名称，叫做所有零件 SLDPRT 保存，保存完了之后，我这儿管理搜索，你看到哈，我这块有一个所有零件 SLDPRT， 然后我把这个勾上之后，我去掉它。我下次再用的时候，直接选它所有零件 SLDPRT， 并且过滤掉了 Toolbox， 这是一个条件选择的方法。你看我们这用 SolidWorks 这个方法和你用别的插件哪个更好？然后我还要做一个例子哈，这个例子呢，比如说这个零件啊，这个零件6061是吧？我要把它删掉它。删掉它这个材质变成什么了？材质未指定是吧？材质未指定，然后我要刷新一下零件，并且保存它，保存整个装配啊。目的是为了把这个材质未指定，把它输入到它的属性里边去，因为我们的零件是自带属性的哈。我还用这个选择高级选择，然后呢，自定义属性 material 条件还是包含，这里边我添一个未指定。包含的意思就是模糊查询啊，只要你包含这几个字儿，我就应该能选出来，我然后应用一下。你看到了吗？这个 C1521A001它被选中了，所以这又是一个无材料，这又是一个这种选择方法是吧？我同样的把它加入到管理里边，我下次想选这个无材料的，它直接就把这个没有材料的零件给我选出来是吧？还有一些那个类似于这种什么选取这个压缩的。选取隐藏的这些方法多了去了用 SW 给的这些选择公式，并且呢选择公式，并且你还有这个和与或多条件选择，它这东西已经做无敌了。你再比较其他的插件啊，我们 SWTDO 的 PROD 系统中的这个批量选中。这个批量选中命令哈，其实也是基于我刚才跟你讲的这种 SolidWorks 这种选择后批处理的方式啊。比如说呢，我用这个3个零件，我选中它，你可以看一下左边啊，看到了吗？也有这么多零件被选中了，有变化是吧？我说我们是不做 SW 自带的功能哈，那我跟它这不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跟你讲哈，因为 SW 这个有个缺陷是什么？它这个高级选取啊，它只能处理一次，处理的是整个装配体。那像我刚才所做的哈，我这个所有的零件咣咣咣全是6061了，就这么3个是不锈钢，那你怎么办
啊，那恐怕就没什么办法了。但是呢，用我们这个，你就可以在这个选中一部分的情况下，右键材料可以这样用材料变材料是吧？还可以怎么着？属性管理器，我们这属性管理器可以添加一片属性啊，属性格式化或者快捷更名。我做个这个快捷更名哈，比如说我这个放大一点儿，放大一点儿的话，然后我做这个快捷更名，看一眼啊，看更名完了啊，更名是哪个了？这边啊，就直接看 G001G 在这儿呢。113这个哈，连工程图带零件图都给你处理完了，然后我还可以怎么着呢？还可以直接工程图输出。我把这三个零件选上了，工程图输出，我这就到零件部件了哈。你看这个选择命令是不是又给你省钱了，又给你省时间了？点赞关注哈，我们是讲的，8成你不会啊。